不要脸啊！哼，季伯仔，你演了那么久的浪荡子，如今一个骗你的女人你都放不下。是我一直在骗你，是我要偷你师傅留给你的黄粱梦。明县那把破扇子，你不想要回去吗？想要的话，拿东西来换。你要什么？法器。做一个独一无二，只有你能做出来的法器。行，我把法器给你，但除了要把于禁给我之外，还要在姻缘石上消去你我的名字，从此两清。现在你说了不算。主上，那老身先告退了。这是我答应给你做的法器，名为涅槃。作为交换，还请季仙君把于禁归还于我，再在姻缘石上消去你我的名字。收下这把法器，你我之间两清了。还请季仙君尽快把于禁还我。你做的这个法器，我不满意，不算。你耍我啊！见笑之声当如龙吟，你这涅槃根本不够格。这还不算龙吟？不算啊，因为我说了算，所以不算。你瞧清楚了，这件法器冠绝6境，是我此生最得意的手笔。你少胡说八道了。骗子！切伯仔，你要不要脸啊？明义，你我之间真的还隔着明线吗？就算不隔着明线，也隔了太多乱七八糟的。
路过，给你带了些葱油饼。忘了，他要去赶章台。哎，明义不是说他是为了进入灵溪井才忍辱负重和那小王八蛋假结婚的吗？但我看他刚才那个态度，不像那么假呀！啊？佘师傅，您这一身本领怎么能用来听八卦的呀？真是……这，你说他们俩是不是真有事儿啊？这个王八蛋，下完毒手下脏手，我非杀了他不可！哎，佘师傅，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那毒仙水不是他下的呢，而且您要是动了手，出了事，我没法给您报仇啊！万一这个季伯仔一怒之下，他再把黄粱梦给毁了呢？您让明义怎么办？你说的对，老子是打不过这个小白脸儿。佘师傅，您要是想出气，您就骂他，狠狠的骂他，什么小兔崽子、小王八蛋、小狗东西，怎么狠怎么骂，我跟你骂。你以为我是你呀？这种话我怎么能骂得出口呢？啊！是。哎呀，你说明义难道真的看上他了？不会吧？他品味这么差吗？你说这一点他怎么不学学我呢？哎。明义，我欠你一个好大的感谢，谢谢你不顾一切救我出来。我元神被困，很多事情都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没有你和姬仙君，我已经死了。你怎么先喝起来了？徐明那自我标榜的爱情，不仅害死了仙柳，还害死了之后被他抓去的其他女仙。可惜我只不过是只没有灵脉的小鸡喂鸟，不然我一定编徐明的事，为他们出口恶气。他要知道你这么做，他一定会高兴的。他活着的时候，根本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自由自在；死后，应该更不希望自己还被虚名当作彰显痴情的工具吧。他和那些无辜枉死的仙子，都是可怜人。幸好，我有你这个好朋友。可是心柳他没有，他在孤立无援的绝望里丢了性命，还报不了仇。徐明还口口声声说爱心柳，这墓地之前的杂草都没清理过，自我感动的臭男人。我去那边再寻一些花来，心柳看到了，应该也会更开心一些。
嗯。徐明给你刻碑的时候，连姓氏都未给你刻上。我猜，他是想剥去你独立的身份，好让你只属于他吧。那谁管他怎么想呢？既然你本也不想再从木姓，那就只留你本来的名字。感谢你们为我做的一切，这是我最后一缕神石化作的证词，希望能帮到你们。韩风君自掌权以来，犯重罪有2，其一，私患上古妖兽。用后赵所献秘法剥无辜生灵元神喂养之，秘法不详，仅知其将法门置于龙礼台。其2，掠无辜生灵，定以罪囚之名打入沉渊，炼制离恨天。瑶光山、逐水灵州、流波谷上3境皆参与其中。韩风君录有名册，以知衡耳。穆启柏真的养了妖兽？看来陈渊的事没这么简单，他还与上3境勾结。可这件事为什么跟瑶光山还有关系？瑶光山有人参与其中，这并不奇怪。如果穆启柏曾经向瑶光山私授离恨天，那么对你下手的人，应该就在瑶光山。切波仔跟我说过，他没有对明仙下毒，我相信他没有。那么，放眼整个瑶光山，最有动机想我死的，就是明星跟孟夫人。这对烂母子！如果明星参与其中，夫君是否……别胡思乱想，神君怎么可能是非不分、颠倒黑白呢？哎，明义啊，你灵脉破碎，实在是不方便。这样吧，我明天就回一趟瑶光山，打听一下这个孟夫人和明星的动静。劳烦师傅一切小心，但是还要请师傅帮我施个法。我要把这个证词交给季伯仔，借他的手查清真相，但还不能让他知道上3境也有勾连。明白，这季伯仔啊是吉星渊的人，他才不会在乎我们瑶光山的清白呢。我们得自己先查清楚。这是我跟张台去祭拜星柳的时候，在他墓里看到的。之前我就曾探查过穆启柏的龙立台，并没有什么发现。但现在看来，他藏的比我想象的还要深。我定会找机会再去探查一次。那大人原本是想怎么对付穆启柏？神君的深邃之症，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有问题。我本想从这件事入手，连带揭发穆启柏在沉渊的所作所为。但现在看来，豢养妖兽成军，意图谋逆，这个罪名，更能让穆启柏死无葬身之地。你看看喜欢哪个？记得叫你好姐妹来啊！好，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最时兴的发簪和首饰。哎，仙子来看看，这个喜欢吗？
啊，要这个好。哇，这些发簪还都挺别致的。可不是啊，还从未在其他地方看到过这样的发饰，都是精工手制，每个样式只有一只。来，这只特别衬您，这两只哪个好看？来来来，这给您戴上。那这只帮我包起来吧。好嘞，那我要这个了。好，多谢。下次再来。你，哎，这个我试一下，真有点做生意的样子啊。还得多谢你呀。你真不干了？你一走呢，花月夜、福月能活吗？我得请着自己过活呀。本来想着花月夜里捞不到真感情，还能捞点钱呢。可你说这噼里啪啦、轰隆隆、哗啦啦，哎呀呀的一遭，我还能这么想吗？还好你帮我想了个办法谋生。这是你自己的功劳，是你会做生意，干嘛把功劳算我头上？哎呀，来，谢谢，下次再来。别露财，别露财，对，快关上。信不信一会儿还得来单大的？是啊，仙子，仙子，好像是这个摊子在卖的，这里的首饰竟比宫中的还精致。明义，公主，公主，仙子可是来看首饰的？你一个斗者夫人，在这卖首饰？这位是张台，是我花月最好的姐妹，这是她的生意。不是，仙子，明义也是为了帮我才来这儿的。醉求虚名的事儿，想必你也知道。我失了医帮，总得自己谋生，所以明义才来帮我的。公主，这些首饰都是张台亲手做的。你要是喜欢呢，你就多照顾照顾他生意。你要是戴上了，那整个极星渊神都知道张台做的首饰好看了。哎呀，什么照顾生意啊！仙子喜欢就都拿走。没想到，你还跟花月夜的姐妹有来往。哎呀，我本以为天机公主你能用一己之力承担起整个寿华盘宫之责，不应该是个抱有偏见的人啊。但如今看来，你这番话却让人觉得你仍然在意别人的出身而非品行。明义仙子说的对，是我狭隘了。修云，这些首饰我全要了。好，哎，这都不好意思，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客气什么？只要我喜欢，都值得。我是说，我喜欢的是簪子，可不是你们啊。好看，好看。那这些都给我包起来吧，明天给你送过去。发财了！好，收好收好。公主，神君今日睡得不安稳，公主不宜打扰。你们这般害怕我见夫君，可是怕我留下什么线索。待夫君醒来后，发现早就有人狼子野心。放心好了，本公主不会轻举妄动的。如今夫君只是昏睡，我若真那般没脑子，他就不只是昏睡了吧？有时候我都在想，若叔父什么时候想要我们父女的命，你严仙君是不是也要双手奉上啊？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福星花呀？你还
还有脸提以前？没什么，只是有些好奇。这只簪子，好像从来没见你戴过。说的好像你能记住我所有的发簪一样。也是，这只福星花簪是季贤君送给我的，你自然是没见过的。你根本就不在意他，不然他要成婚，你还会拦不住？不过是因为你并非真的在意他。严贤君，不如先问问自己吧，为何一定要反复确认本公主的心意？来人若是有情人，秦桥自会相连，请上桥。他们真的通过了蒙云潭的结界？怎么会？禁止外人擅入有情界，退下。少君。叔父应该清楚，这道结界，除非是有情人，否则进不去的。他们应该已经过了鹊桥界，进入蒙渊潭深处了。如果我不是明义，后果会怎么样？有形界只能接纳真情，若有作假，会受天罚，轻则元神破碎，重则灰飞烟灭。你不要命了？你阻止我，是怕我知道真相后，想要杀了你吗？不管你是谁，都如你所愿了。如今我们已经站在一条船上了，证明不了你的身份，我亦有麻烦。没有人能阻碍我想做的事，你也一样。
咱们吉星渊的婚事呢，按制，有情人先寻找吉日和福地，然后向星辉许愿，长相厮守。若是辉灵洒下星雨呢，那便是再幸运不过的了。接着呢，在鸳鸟的见证下，在姻缘石上刻上姓名。也许是你的萤火，所以我那么脆弱。这世间有太多爱恨汹涌的因果，你是否能为我停留？若你的还怪有人费心的。燃烧我的心，装进你的胸膛。就算这缭乱的人间，只有我的微光，为你璀璨而点亮。若你的世界曾是无尽的荒，我愿撕碎我，去填补你的伤。就算这一生如流星，为相遇而短暂，此生仓促也做你的光。哎呀，这是吉星渊星辉之地的辉灵。有情之人向漫天洒落的辉灵许愿，便可以长相厮守。星空到你心中用力抵达，要多久？而你对我的温柔全都是爱的毒酒。我喝下了我的痛，是换你的自由。爱一旦拥有，你愿与罪放手。在深渊背后挣扎许久，我想问天空，让这一生盔甲总是为你破碎又如何？命运从来没有错，太阳日终将会坠落，我拼命抵抗所有的荒谬。喝下了我的痛，他都被天雷劈了那么多次，还不放弃，累了，算了，让他磕吧。七伯仔，七伯仔，七伯仔。恭喜二位，缔结良缘，结定心印，共通神识。走，我们先出去。
自出深渊后，我第一次想要去相信一个人。多可笑啊！从始至终，你都是在骗我。直到今日，我绝不可能再留下你了。你如愿以偿了？你很得意是不是？你看着我，每天被你骗得团团转，你很开心是不是？不是，在你眼中，我到底有多蠢？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吉普赛，够了！不管你想要的是什么，这场仪式我不给你了，我不欠你的。吉普赛，其实我是。明义，如果我觉得痛，我也不会让你好过。恭喜新人镌刻姓名，季伯载、明义，佳偶天成，长久美满。看来上古神石已经验明了明义的身份，寒风君亲眼所见，这下应该放心了。若是以后再有卑鄙小人给明义仙子身上泼脏水，我司泮堂绝不轻饶。好，司徒岭，你好得很。寒风君，可满意了？记住，从今往后，没有任何人能再质疑我夫人的身份。那是自然。恭喜季仙君和明义仙子验明正身。司徒仙君，今日之事还需记入司泮堂簿册，不如我与你一同回司泮堂。哎呦喂，那一位是真不带来的呀！哎，别闹！哦，大人，我都想好了。天机公主召见，你随我去一趟。好，我对季仙君有用就好。再多说一句，你就回去。明义，这走了，
你的猫呢？明义！公主召见我夫妻二人，不知何事啊？先前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本公主总要过问的。不知公主还想知道什么？木须柏设计名义，我夫人就是为了褫夺我的斗者身份，这不是已经摆在明面上了吗？还有什么可疑问的？当然有，比如说，你是何时养了明宪的从手？季伯仔，你我二人同盟，但你有太多事都瞒着我了。公主挂心了，韩风君一直想对我夫君下手，在乌龟海安排了众多眼线，让他发现了我夫君收留了明宪的从兽，竟用此事来污蔑我们。幸好公主你有所决断，否则这脏水是洗不清了。是吗？其实这几日我一直在后悔，当时就该让韩风君把你带走，永绝后患。公主应该也清楚，韩风君之所以拿我发难，是以为我是姬仙君的弱点。但是公主放心，你看这事闹这么大，都能妥善收场，想来日后也不会有人敢拿此事做文章。所以我的存在不是麻烦，公主留我，反而更能让季仙君将来为极心渊尽力。你倒也没有看起来的那么蠢。公主能稳坐寿华潘宫尊者之位，想必也不全然如旁人所说。旁人所说？说什么？善良天真，胸无城府。放肆！你竟然……能让外人这样说，倒也是不错。其实明义是明宪这件事，实属荒唐，叔父也是全然不信的，只不过是找了个理由过来发难罢了。但此事闹得如此大，寿华判宫上下都看着，明宪这从手不能留了。留着呗，我先养着。我是想着有朝一日，若是明宪回来了，我好拿他祭旗。不知这个说法，公主可否安抚寿华判宫上下了？好，但季伯仔，在外人眼中，你始终是本公主的人，所以以后遇事，你必须得先跟本公主商量。当然。公主，多谢仙君愿意保下儿妻。是你引天机公主召见我们，公主想要见你，我自然就要放你出来。你是想通过公主提醒我，眼下我们还在一条船上。我是想到了公主迟早要见你我，但我没有引她做此事，没有这个必要。那先前我将你遣送回花月夜，你前脚刚走，言霄后脚就到了，这也是偶然。对不起，前尘往事是我对你不忠，还请季仙君大人不计小人过，看在我对你有用的份上，请你与我联手。
你很聪明，但明义，想与我联手，仅凭聪明远远不够，得看你的本事和诚意。好，想要铲除未经炼化的妖兽，需要用化妖之术。此术需要以自身做化妖之鼎，将妖兽的妖元纳入，用自体汲取，再进行炼化。但此术也有伤害灵脉的风险。若姬仙君愿意与我联手，明义甘做化妖之鼎，替仙君担负一切。你起来。我们约法3章：一，在无归海期间，你不能联系任何外境之人；二，无论何时，只要我对你有召唤，你都要出现；三，你只需要告诉我，化妖之术该如何施为，其余的轮不到你插手。好。先前我与穆启柏明里暗里作对，此次他用计不成，一定会再次周密设计，想要找到他豢养妖兽的证据，并不容易。但那只猫去过龙里潭，懂。他之前总想塞人进我们无归海，那我们也得好好查查他的龙里潭。那就看你的表现了。我会好好想想的，包仙君满意。经过近日的选拔测试，现将季伯载、陈曦、孟阳秋、孙辽、严笑确定为下届青云大会正式斗者。队伍就要成型了，本公主再确认一次，各位可是自愿加入我寿华潘宫？是否有人想要退出？如此甚好，今日起，望尔等勤勉，共赴下届青云大会。禀公主，孙辽前度带吉星渊应战，就发现季仙君素喜独来独往，与我等不甚契合。为今之计，我等应与季仙君同吃同住，才能养出默契，再度取胜青云大会。哎，这个主意甚好啊！季老弟这性子确实应该磨一磨呀。依本君之见，是应该让4位斗者一同入住无归海，与季老弟同吃同住，一同训练。哼，韩风君怎么还没有放弃安插人来我的无归海啊？怎么，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老弟，你若还介怀此事，那本君向你道歉可好啊？本君如此提议，不过是为公主筹谋。难道伯载老弟你就不希望队伍尽早磨合，培养默契吗？实在有劳叔父费心，不过这既是备战青云，让这么多人都住进无归海也不合适，不如5位斗者都暂住我寿华潘宫。这样一来，既方便大家练习，也方便我每日视察。叔父觉得可好？不是吧？根本是大通铺啊！几个大男人睡一张床，咦，太恶心了。晨曦，你睡这儿，我睡你边上。好。严笑，你睡这儿，我最烦孙辽了，不想跟他贴贴。这还挺舒服的。哎，明义，小心台阶。大人，公主叫你跟其他斗者同吃同住，你怎么把我也带来了？因为我一时一刻也离不开你啊。那公主知道了会不会生气呀？
哎呀，我的小傻瓜呀，你在担心什么呢？只要我的名义开心，他人我才不管。不是，凭什么季伯仔能睡单间啊？因为他成婚了。那我也成婚。你吗？嗯，昏头的昏吧。哼。晨曦，你晚上睡觉不会打呼噜吧？我才不会呢！你敢打我？你过来！我那小侄女真的是想一出是一出啊，居然让你和孟阳秋成为斗者。怎么，一仙不去医人，要去杀人了？莫不是人人都以为能像季伯仔那样，凭着青云大会扶摇直上？韩风君想多了，我哪有那个本事？我也觉得你没有。燕笑，你曾经背叛天机，你以为回心转意了，他就能接受你了吗？还是做好本分之事吧。待事成之后，本君会将天机的记忆消除，再将它毫发无损的赐予你。公主并非货物，谈何赐予？更何况，在下出身卑微，配不上她。你配不配得上，那是本君说了算的。寿华判宫那边，给我继续盯好季伯仔。是，谨遵韩风君之命。你上次说想查龙里台，我就让27去查了，果然龙里台密不透风，要想进去呢，只能调狐狸山。哼，如今我们都被困在寿华判宫这个鸟笼里，谈何调狐狸山？大人，我有一计。季伯仔，我们都已经成婚了，你能不能多相信我一点啊？我是一心一意为你，你觉得我有二心，你真的太过分了你！我凭什么不能怀疑你？你难道没有心里藏着别人，还非要跟我成婚吗？我告诉你，裂痕无法修复，我们之间就如同这个茶杯，碎了就是碎了，回不到从前了。哼！季伯仔，我跟你说，你凭什么说我？我过去是有别人，那你呢？你就清白吗？啊？我要成为6界最强的斗者。你说呀，小晨曦，没话说了吧？放出陈渊，韩风君又命我千辛万苦将你们一个抓了，养了这么久，耗费了那么多福泽，就是为了让你们变得更肥美，怎能放了你们？如今强敌环伺，
治不住季伯仔，就更要抓紧把你们早点献给妖兽，好让他们尽早壮大成军。大人，放了我们吧，大人！你不害怕吗？怕你吗？你们演这一出，能有用吗？越是不按照套路出牌，越能搅乱别人的阵脚。你的意思是说，季伯仔突然找到穆奇柏，穆奇柏肯定如临大敌，为保安全，他会把自己全部人手，至少是大部分人手派去花月夜。这多少胜算还未可知，但至少可以搏。只要他们防备薄弱，就有机会找到星柳说的豢养妖兽的法门。也是，那我去就会，肯定把他这老狐狸尾巴给救出来。对了，穆奇柏手上那份记载着离恨天交易往来的名册，很有可能也在龙里台，我会偷偷找的。这次一定要注意安全。放心吧。你不必为我消耗灵力，不值得。我利用了若神，我利用他揭开了自己的仇恨。然后我就只想着怎么摆脱他。我以为只要我将他送走，就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我根本就没有管他的死活。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季伯仔。穆奇柏，他用来滋养妖兽军的那些人，他们都是和我一起被抓去沉渊的，多的是老弱妇孺。甚至还有年纪比我更小的人，他们都没有机会，他们也都是无辜的。却被硬生生地扣上了醉酒烙印，然后还要成为妖兽军的饲料。如果我没有揭发穆奇柏，他们和若水是不是就可以活下来了？可他们都死了，是我连累了他们。
是我累是，你不能把他们的死归结在你身上，这不是你的错。黄粱梦，我找到了，但他下了道血印，我拿不到。血印，那应该只有他能解除。看来季伯仔还是对你有所防备，那咱们……明夜，你怎么哭了？而且，我原本以为我在发现黄粱梦的踪迹的时候，我应该很开心。我应该想哇，幸好他在这里。但其实，不说这些了。而且，现在有个最重要的事情，要消灭妖兽军，对付穆七百，对吗？嗯。那你怎么办？我们可以先把黄粱梦给偷过来，先把你的毒解了，这样我们胜算才更大，不是吗？而且，如果是你的话，一个活着的坏人和一个死去的好人，你选哪个？明夜，我一直都只想让你做一个老不死的好人。什么老不死的好人？你还老不死的好猫呢？等你牙都掉光了，小鱼干都吃不了了。就问你，跟不跟？想清楚啦？啊，这就答应我了啊！